前2天刷到王嘉尔32岁生日那条动态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愣了几秒。微博评论区早就被粉丝的留言、手写信和精修应援图塞得满满当当，可你往同行那边一翻，好家伙，安静的连一句公开的生日快乐都找不着。这要是搁在3年前，简直不敢想。那时候他过生日，和老师能洋洋洒洒发9宫格长文，陈伟霆、周深等几十位明星排队转发，热搜榜上王嘉尔生日群星送祝福能稳稳霸占一整天。可今年呢？就像有人悄悄按了静音键，昔日的顶流排场突然就淡出了大众视野。很多人随口一句人走茶凉，就把这事儿盖棺定论了。但咱们稍微冷静下来想想，娱乐圈的热闹到底几分真几分假？说白了，这种冷清根本不是市场给的冷脸，而是他自己亲手关上的那扇门。你看，当所有人都忙着在热搜上拼人情、刷脸熟的时候，他反而选择退到幕后，把精力留给真正该花的地方。这种情形，在如今这个流量迭代比翻书还快的圈子里，反倒显得有点不合群了。其实吧，真正的职业艺人早就该明白，人情债是最难还的，而作品才是唯一能陪你走到最后的硬通货。他这一退掉的不是人脉，是无效社交的消耗。你要真以为他糊了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咱们拿点实打实的商业动作和行业反馈说话。北京三里屯的巨型 LED 屏上，循环播放着他历年舞台的混剪，海外粉丝更是硬核，直接用27种语言剪辑了祝福视频，这牌面放在内娱能排进前列吧。更绝的是 GQ 杂志副刊的首封居然直接给了他。懂行的人都知道，这本刊物的封面向来是业内风向标，含金量比春晚的邀请函还要金贵。去年还是刚捧回奥斯卡的影后，今年就把这份殊荣递到了王嘉尔手里。你想想，这能是一个过气艺人能拿到的资源吗？其实吧，很多人习惯用有没有人送祝福来衡量一个明星的江湖地位，但这套逻辑早就过时了。真正的商业价值和行业认可，从来不是靠生日当天的排场堆出来的，而是实打实的作品输出、全球影响力以及品牌方的长期压注。王嘉尔这波看似冷清，恰恰说明他已经跨过了需要靠圈内人脉背书的阶段，直接进入了凭实力说话的国际赛道。这乃是量，分明是换了一种更高级的玩法。我们总爱用圈内的温度计去量海外的水温，殊不知人家的坐标系早就换了。当一个人不再需要靠转发量证明自己还在牌桌上时，那种安静反而是最硬的底气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资源没断，粉丝没跑，为什么同行突然就闭麦了？答案其实早在他3年前的那场采访里埋下了伏笔。当时他对着镜头苦笑，说了一句挺扎心的话，我掏心掏肺对人，结果专辑母带被偷跑了3次。你听听，这话里藏着多少无奈和疲惫。一个在舞台上永远像个小太阳，热血到极点的歌手，私下里早就被娱乐圈那些虚与委蛇的客套和利益交换磨没了耐心。去年湖南跨年晚会，他和老师拥抱的那一瞬间，眼里的光确实真挚，可转身之后，他默默把社交账号里跟明星们的互动全删了。这事儿当时挺多人在背后议论，说是不是关系闹僵了？其实根本不是，他只不过是不想再演那套塑料兄弟情了。咱们旁观者清，娱乐圈的社交场，说白了就是个大型资源置换局。今天叫你一声哥哥，明天可能就为了一个代言把你推出去挡枪。王嘉尔不是不懂这套规则，他只是不愿意陪玩了。这种主动割席，看着冷清，骨子里却是一种难得的体面。毕竟，与其在虚假的热闹里消耗自己，不如把真心留给真正懂你、支持你的人。成年人的社交，最怕的就是把精力浪费在看起来很好的关系上。他这一删掉的是人情世故的包袱，留下的是对专业底线的死守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还不了解，这个如今被贴上冷淡标签的男人，骨子里到底是个多狠的角色。12岁拿下击剑全国冠军，18岁手里攥着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，转头却毅然决然跑去韩国当练习生。为了什么？就为了一个站上舞台的梦。在韩国那几年，每天练舞到凌晨4点是常态，被公司高层骂废物也没吭过一声，硬是咬着牙从淘汰边缘杀回出道位。你想想，这种从小在高压和竞争里抛大的人，怎么会在意几条生日祝福的排场？现在的他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需要公司包装、需要前辈提携的新人了。演唱会从编舞到灯光，他亲自盯；专辑从词曲到混音，全程自己操刀，连粉丝的应援方案，他都要过目审核。这种对作品的绝对掌控力，不是谁都能有的，更不是靠社交饭局能换来的。我觉得吧，一个人走到这个阶段，早就过了需要外界掌声来证明自己的年纪了。
他要的不是被看见，而是被记住。当同行还在为热搜位置斤斤计较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标准拉到了国际舞台。这种底气是用无数个熬红的夜和掉过的头发一点点堆出来的，虚头巴脑的人情往来早就入不了他的眼了。艺术这条路本来就是孤独的，能主动拥抱孤独的人往往走得更远，所以咱们回过头再看这场生日冷场，他根本不是娱乐圈对他的抛弃，而是他主动按下的一次暂停键。你想想，当别的艺人忙着赶场生日宴，在酒桌上积累人脉的时候，他正关在录音棚里死磕一首曲子的编曲；当同行们在微博上互相默契炒作热度的时候，他站在自己的演唱会上，带着全场几万人大声合唱，手里挥舞的是鲜艳的五星红旗。这画面不比那些精心设计的公关文案有力量的多吗？曾经全网嘲笑他普通话都说不利索，如今他早已能用中、英、韩3种语言流畅创作，甚至把融合了国风元素的舞台直接搬上了科切拉音乐节的主舞台。你不得不承认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格局。在他心里，比起那些走马灯式的生日祝福，更值得死磕的是怎么让世界的耳朵听到中国歌手的声音。其实吧，娱乐圈从来都不缺热闹，缺的是在热闹里还能保持清醒的人。王嘉尔用一场冷清的生日，给整个行业上了一课，真正的顶流从来不需要靠别人的转发来续命，他的底气全在自己的作品里。文化输出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实打实的舞台呈现和国际市场的认可。他选了一条更难的路，但也正因为难，才显得珍贵。我们这代人看娱乐圈，总是习惯用红与不红、热闹与冷清来贴标签，却忘了艺术这条路本来就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孤独的。王嘉尔的32岁，没有众星捧月，却有了作品说话的自由；没有塑料社交，却换来了对舞台的绝对掌控。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幸运？我觉得是。在这个流量迭代比翻书还快的时代，能主动选择冷清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清醒。咱们作为观众，或许也该换换眼光了，别总盯着生日当天的转发数，多听听他新歌里的编曲巧思，看看他海外巡演时台下不同肤色的观众，感受一下他站在世界舞台上那份不卑不亢的底气。娱乐圈的遮羞布从来不是靠人情撑起来的，而是靠实打实的作品和专业度一寸寸撕开的。王嘉尔用他的方式证明了，与其在虚假的热闹里随波逐流，不如在安静的角落里把根扎深。等到春风再来的时候，开出的花才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打量。